天火焚城，离火降世。美国加州洛杉矶的火灾肆虐，烧毁面积超过了一座旧金山市。火势的猛烈程度，甚至催生出了火龙卷再现江湖。宇智波佐助来了，都直呼学不会啊！这场大火，他想不火都难啊！咱们看看他带走了哪些地方。美国副总统马卡拉·哈里斯家，没错，就是前段时间跟董王竞选总统的那位女同志。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1.3亿的豪宅被烧得只剩2根烟管。著名球星詹姆斯2300万的豪宅，阿诺·施瓦辛格占地6英亩的豪宅，还有著名演员汤姆·汉克斯、莫妮卡、马里布这些富人家的社区等等等等。而且大火将要肆虐到 UCLA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你们就说这火烧的 C 体不 C 体？那些豪宅别墅住的肯定都是显赫一时的名流。谁能料到这场火灾给他们的家园带来了灭顶之灾？根据评估机构的最新数据显示这个大火经济损失早在12号的时候就已经飙升到了2500亿至2750亿美元之间，约合人民币就是2兆，也就是2万亿元。遥想当年付之一炬的阿房宫应该也没有这么贵吧？不得不说，这场火灾真是烧钱又烧心。最可怕的是目前这场火势仅仅控制寥寥，有些地区的灾情甚至没有丝毫控制，比如新爆发的阿切尔大火，火势控制率0%。时势大招的脑子被硬控了15秒。这就是号称世界第一的国家面对火灾给出的答卷。美利坚合众国的同志们面对火情真是兵败如山倒，毫无招架之力最讽刺的是，在火势滔天的情况下，囚犯墨西哥甚至伊朗都扬言要下场救火，连尹锡悦跟泽连斯基都表示想下场帮助驰援洛杉矶灭火。泽胜可是说了，乌克兰可以派150个人援助洛杉矶。不对不是一直都是美国在援乌吗？这难道倒反天罡了吗？尹锡悦跟泽胜的心声显然是在想，大哥你行不行我们还指着你东山再起呢，别自己先歇菜了呀！你歇菜了，我们这些当小弟的可怎么办呀？结果一看老美家主现在何方，答曰家主登子正失联在家抱曾孙。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友记，我是大钊。今天咱们来聊一聊美国加州南部的史诗级山火，真像是易经里说的天火同人，灾难临头从1月7号开始，洛杉矶的大火就像一位愤怒的火神，在强风的助推下迅速蔓延，烧毁了上万座建筑。这场火灾不仅让不少房屋化为了灰烬，还让一些著名的博物馆跟大学也陷入了危机四伏的境地。比如洛杉矶著名的盖蒂中心博物馆，为防止馆藏的梵高作品跟其他艺术品在火灾中化为了灰烬，这些作品也都被紧急撤离保护了起来。而 UCLA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也发出了疏散警告，提醒4.6万名学生保持警惕，准备撤离。真是文人无用，火灾见高低这个时候连小唐纳德·特朗普都不甘寂寞，炮轰加州的民主党政策，导致消防部门救援能力低下。他可不是在讲笑话，而是直接把 DEI 多元平等包容政策与死亡政策连接到一起，真是言辞犀利令人啧舌。这让我想起了《论语》中提到的言必行，行必果。只是这次看似不靠谱的评论，却在一些人眼里燃起了新的火花。不过真要问责任归属，恐怕这场火灾不仅仅是天灾了，也有人祸的成分在里边。你想想，大火都烧到家门口了，结果发现消防栓里都没水，因为公共事业公司关闭了电源，怕电线被风吹倒再引发新的火势。再加上洛杉矶市政府去年削减了1760万美元的消防预算，居然让消防部门的设备维修工作停滞，这岂不是给火灾添火加薪吗？总的来说这场大火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面对天灾的时候，咱们既要防患于未然，也要反思政策执行的深度。毕竟火势一旦蔓延起来，那就是一场生与死的博弈美国总统拜登于1月8号宣布了自己有个好消息，他当上了曾祖父。是的，你没听错，拜登的孙女奥纳米·拜登给他添了一个小男婴。听到这个消息咱们就不禁感慨，
哎呀，老爷子晚年又幸福了。但是话说回来，这个好消息可是发布在一个别具火爆背景的场所啊，那可是在洛杉矶山火灾情的简报会上。就在消防站，拜登刚刚听完关于山火的紧急汇报，结果你不去救火，反而转头就宣布了这一喜讯。要知道，眼下大规模山火正在肆虐洛杉矶，已经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超过10万人被迫撤离，而且灾情没有得到丝毫的控制，那就让人不禁联想了呀，你这是想让奥米趁着洛杉矶的火势再火一把是吧？那感情零元购的同志们趁火打劫，你老灯头趁火蹭流量是吧？就在火光冲天，南加州的大火已经燃烧了整整4天的时候，什么死亡、失踪、房屋毁坏、逃难者成群，损失惨重，令人心惊。然而就在这场灾难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有近千名囚犯站在了这场大火的最前线。你没听错他们就是囚犯，曾经关在监狱里的囚徒。美国的消防员队伍里竟然有30%的成员都是监狱里的铁窗英雄，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就好像在《西游记》里的火焰山上，这些囚犯们拿着刀枪棍棒拼命灭火，而且他们面对的是红孩儿的3味真火。咱们想象一下，囚徒们领着每天5.8美元到10.24美元的日薪，每顿饭预算也就4美元，只能吃上简单的三明治跟苹果。面对这滔天的火势，估计连体力都难维持。为什么派囚徒来灭火呢？美利坚的正规军都去哪了？国难当头，领着国家的愤怒，这种时候不应该出来露一手吗？原来这背后隐藏的竟然是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的阴影。它规定虽然美国废除了奴隶制，但是有一种人，那就是被定罪的囚犯，他们可以被迫为社会工作，工资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这就不禁让人联想起古代的劳役，简直就是现代版的强迫劳工嘛。看着这些囚徒们的待遇不禁让人想起《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现代的小人只会看他们是廉价劳动力，然而恰恰是这些在火海中拼搏的囚犯，用他们的汗水跟生命，帮助着美利坚的上流社会赈着灾。他们的付出可谓是金石为开，但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毕竟在这种事儿之下，有回报的应该就是零元购的那波人吧。对于这个法案的支持者们还说，这样的劳工填补了劳动力的缺口，但批评者们认为，这分明是对他们的剥削跟无情的利用。正如老子所言，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即便他们在烈火中拼命，也没有办法得到应有的尊重跟奖赏。这难道不是现代奴隶制的影像吗？尽管如此囚犯们依然选择为火灾的扑灭奉献了力量，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他们用自己的身心践行着古老的天命，他们唯一的期盼就是能换得一张减刑的通行证。而且在3味真火的火光之中，相信他们也真心想要赎回曾经犯下的过错吧。只不过这回可能要用自己卑微的生命来赎罪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奋战的囚犯的时候，不妨想一想，在这场灾难面前，谁才是真正的奴隶？又是谁在为这个世界的未来默默燃烧着自己的生命呢？疾风识劲草，板荡见忠诚。危机的时刻也有好消息来自墨西哥的消防员们就像是一阵清风，飞越千山万水，横扫火海。他们的飞机降落到了洛杉矶的国际机场，身后飘扬的是墨西哥的国旗。美国人干不了的活，我们来干；美国人灭不了的火，我们来灭。这份援助让加州的州长纽森在社交平台上兴奋不已，感慨万千，感谢邻居们的支持。确实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正因两国人民的情谊，墨西哥愿意伸出援手，不仅是因为地理上的亲近更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墨西哥同胞身在美国。大美利坚连自己的同胞都不救，那我们墨西哥的同胞还是让我们自己来救吧。而且你知道吗，这份援助的时机也相当有意思。就在即将上任的特朗普刚刚提出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的几天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也回应，墨西哥湾已经是国际公认的名称了，想要改的话，干脆把北美洲改成墨西哥美洲好，我们也不嫌弃。看来这一码归一码，帮你灭火是帮你灭火，丝毫不影响咱们的战略互喷。说到这场山火也是让人感慨万千。
洛杉矶地方官员纷纷表示，消防员人手严重不足。局长克劳利直言，我们没办法再维持现状，真是人力物力难以承受啊。说人话就是防火防电的工程跟设备都承包给那些私人公司了，我们现在也没钱给承包商开工灭火供电了。讲到这里，大赵不禁想到一个人，那就是马斯克。老马其实早就看穿了这一切，我大美利坚合众国要你们这些废物何用？所以老马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美利坚体制内的一半人都给优化掉。到那时候一半机器人公务员无心上岗，风来挡风，火来阻火，想想就是大快人心啊！韩愁没人灭火吗？这边墨西哥的同志们刚刚下场救火，那万里外的伊朗也不闲着，扬言要来洛杉矶援助灭火。对于小老弟伊朗，咱就是纵有千言万语，也是一个字都蹦不出来啊！你也不拿出来地图瞅瞅，这么大个球，你隔了2茶远，你是认真的吗？即使你们有这心，你们有这力吗？等你们到了洛杉矶，火势估计都烧到国会山跟白宫去了吧？他们心里的小九九估计也在盘算着，虽然我们没办法来，但是有心总比无心强呢。把董王给舔高兴了，董王心生慈悲，好舔，那么就推迟几天再去干你们吧。这不是也算变着法的把战略目标给打倒了？要不说上战伐交呢。这边的山头都冒青烟了，消防队也不知道在哪国呢。有个大军早已按耐不住了，他们冲出屏幕，骑着火星子就来了。你们见过零元购的大军没？这是一群火力十足的暴徒呀，趁火打劫，来者不拒。你没看错啊，他们的口号就是低价秒杀。不对，花钱的就不是人干的事儿，不拿白不拿，拿了拿不完。你看这局面火烧山头，暴徒打劫，俨然一幅抽象派的画面。毕加索来了，估计都自愧不如。最可悲的是这天灾人祸之下，百姓都无法跟你共情，因为烧的是富人区。这就像电影《逆行人生》无法引起百姓的共鸣一样。想象一下，洛杉矶这座星光熠熠的城市，突然之间一场天灾之祸，火光冲天，但你猜怎么着？百姓们没有像往常那样手拉手、心连心一起来抗灾，反而有点那个怎么说呢？隔岸观火的味道。那为啥呢？因为这场火它偏偏烧的是富人区。你看这火，它烧的是豪宅、游艇、超跑，甚至是游泳池都快变成火锅了。普通人谁能不感慨？这火烧的还真有品位。你们看那儿的房子烧起来，那保险公司赔起来得是多少个零呀？这就像电影《逆行人生》里的桥段，中产阶级一夜之间破产，本来想着大家跟你共情、感同身受，结果那百姓们却像看了一场闹剧，那心里头那个哇塞，原来你们的苦是这样的呀！更多是惊叹于火势的壮观，而非同情心的泛滥。估计大家这个时候都在想，我们倒是想给你捐钱，可是你们能看得上吗？没有对比它就没有伤害。反过来再看看2022年的熊猫是怎样救火的。话说当年，全国各地的救援队伍如同千军万马，披荆斩棘，雷霆万钧。这不仅是消防员的英勇，更是国家号召的力量。他们踩着雷霆，跨过山河，直奔火场，仿佛《孙子兵法》说的兵贵神速火光熊熊，救援的脚步从不迟疑。一看那场山火中的营救，就像黄粱一梦。火势虽猛，英勇的战士们更猛，瞬间化作了灭火战士，一手一剑挥斩大火，燃尽尘埃。再来看看加州的火灾救援那水灵灵的松弛感拉满，可以说是火在燃，救援队伍在悠闲。没错，悠闲。这些美国的消防员们脸上挂着笑，手里捧着热咖啡，让我先提个神儿再去灭火。他们那副从容不迫的松弛感，简直就像是道家无为而治的表现。大火都烧到屁门了，那救援队却仿佛在融入大自然的节奏慢慢来。谁说打火不能慢工出细活呢？那加州的救援队火海如歌，松弛到家，跟上天一搏，消火如平地起云烟。这么对比下来，不禁让人感慨，一个是千军万马气吞万里如火速的关羽，一个是心如止水无畏不及的道家老子。熊猫的消防员如疾风迅雷般直冲火场，而加州的消防员像是悠闲的老道士，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一对比是不是就有点到位十足了呀？民生在秦，秦则不愧。然而今天看来，彼岸国之治理似乎在灾难面前却未能尽全力，令人深疑。洛杉矶每年火灾频发，是大自然给予的警示。若以熊猫之治灾防患之道，早已重重布防，责任细致到位。秋冬时节，火灾之险情更为高发。然而上级定期敦促，下级及时警觉，防患之策不懈。然美利坚之政府岂能与熊猫之法度同日而语？不论是联邦、加州或者洛杉矶市，防火之责任似乎无人挂心，完全不曾将这等天灾视为大事。更有甚者，求环保之心，岂知其误火之道？加州州长减水处，致使水库用水捉襟见肘，消防栓无水可用；而洛杉矶市长更为迎合所谓政治正确，一再削减消防预算，造成了消防人手与装备严重不足。直至火灾初期时，民主党与共和党争执不断，互相指责，致使应急救援之黄金时刻的错失，局势愈加失控。此乃何等组织不力，何等应急之乏力，令人之失望至极。难怪人言道：不火不美国。然则众所周知，西方消防机构实力雄厚，洛杉矶消防局之规模位列全美第3，精锐之士众多。洛杉矶的消防员已经超过了3400人，年预算高达10几亿美元，足可见其充盈之力。若再加上周边地区消防队与私人消防公司，力量之强堪比千军呐。然而即便如此，纵有上万人之紧急动员，依旧未能在最短时间内扑灭这场灾难，岂不令人深感震惊？话说啊，美国的消防力量雄厚如斯，然而其反应之迟缓，组织之混乱，最终无法阻止这样一场火灾的蔓延。这其中的教训或许值得我们来深思一下。纵使你技高一筹，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组织跟高效的应急指挥，纵使你有雄兵100万，又能如何？昔日老子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就是治理一个国家如同烹饪美食，必须细心谨慎，从容有序。灾难来临的时候也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严峻考验。借此一例，我们当深思呀，天灾之应对时，非仅看力道，更需观其远见与组织能力。唯有警觉，方能无往不利。上帝是公平的，一个擅长在全世界煽风点火的国家，其短处必然就是灭火。而被这把火烧掉的，不仅仅是加州的洛杉矶，而是整个美利坚的民心。感谢各位家人们跟大招一起在老友记燃烧青春的热血，点赞订阅不迷路，下期再见。